在20世纪中叶的纽约上流社会，楚门·卡波蒂 Truman Capote 是一个传奇。他凭借《蒂凡内早餐》和《冷血》成为文坛巨星，更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毒舌的智慧，成为了曼哈顿最顶级贵妇圈的宠和首席男闺蜜。这个圈子由一群被称为天鹅 The Swans 的女人组成，她们是那个时代美的化身，是财富、品味与权力的象征。其中的领军人物是 CBS 电视台创始人威廉·佩利的妻子芭比·佩利 Babe Paley。她被誉为美国最优雅的女人，一举一动都定义着时尚。在这些看似拥有一切的天鹅眼中，出身平凡、身材矮小、声音尖细的卡波蒂，却是他们唯一能放下戒备、倾吐心声的对象。他陪他们乘坐私人飞机环游世界，在豪华游艇上分享最私密的八卦。他知道他们婚姻中的每一次背叛，家庭里的每一个丑闻，内心深处最不为人知的恐惧与脆弱。芭比·佩利甚至说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无论男女，他们给予他无条件的信任，将他视为自己华丽牢笼中唯一的知己。卡波蒂享受着这一切，他像一个最贪婪的收藏家，将这些最顶级的秘密一一收入囊中。他以为自己是这个圈子的一员，但内心深处，那个来自南方小镇的敏感作家，始终将自己视为一个闯入者，一个观察者。悲剧的种子早已埋下。1975年，卡波蒂在 Esquire 杂志上发表了名为《Lockout Bust》1965的短篇小说。小说以一间纽约高级餐厅为背景，用极尽刻薄的笔调，几乎一字不差的将他从天鹅们那里听来的最不堪的秘密公之于众。他影射了其中一位天鹅的丈夫与州长夫人的婚外情，并详细描写了事后床单上的污渍。他揭露了另一位天鹅杀害自己丈夫的骇人传闻。文章发表的那一天，纽约上流社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地震。那些曾经将卡波蒂奉为知己的天鹅们，一夜之间，从震惊、羞辱到彻底的愤怒。他们的丈夫、情人和整个家族都成了全美国的笑柄。他们的世界，因为这个他们最信任的人，彻底崩塌了。芭比·佩利在读完小说后，再也没有跟卡波蒂说过一句话。据说，他在极度的痛苦和绝望中，于2年后因肺癌去世。临终前，他从自己的通讯录上划掉了卡波蒂的名字。一夜之间，卡波蒂被他曾经最引以为傲的社交圈彻底驱逐。他失去了所有的天鹅，失去了灵感，也失去了最后的尊严。他开始酗酒、吸毒，在无尽的孤独与悔恨中，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。9年后，他孤身一人死在洛杉矶，身边没有一个朋友。那个曾经能用文字轻易玩弄整个上流社会的天才，最终被他自己亲手点燃的背叛之火吞噬得一干二净。卡波蒂的悲剧仅仅是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吗？不，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也更普遍的人际关系真相，系的价值感错位。在天鹅们眼中，这段关系的价值在于情感的连结与无条件的信任。他们付出的是真心、脆弱与秘密，渴望换取的是理解、陪伴与忠诚。而在卡波蒂眼中，这段关系的价值始终是素材的攫取与阶级的攀附。他付出的是时间、恭维与聆听，但他真正渴望的是写作的灵感和跻身上流的门票。当一方视关系为港湾，而另一方却视其为猎场时，崩塌只是时间问题。这个世界上，并非所有人都以情作为人际交往的最高准则。有些人，他们靠近你，不是因为喜欢你、欣赏你，
而是因为你能为他们提供某种价值，可能是物质利益，可能是情绪价值，也可能你仅仅是他们通往更高目标的一块垫脚石。识别这种价值感错位，守护自己情感世界的边界，是我们每个人，尤其是人到中年后必须学会的生存智慧。因为真正能毁掉你的，从来不是那些显而易见的敌人，而是那些你错付了真心，却在背后悄悄给你估价的朋友。这就需要我们拥有一双能够洞察人性的眼睛，去辨别那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不同类型的价值掠夺者。卡波蒂是一个极端的例子，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那些抱持着不同目的接近我们，不断消耗我们、利用我们的人，其实无处不在。他们或许没有卡波蒂那样的才华和野心，但他们对关系的工具化思维却如出一辙。第一类，情感的单向索取者，我需要你，所以我才联系你。有一类人，他们在你的生活中扮演着幽灵的角色，他们平时销声匿迹，你几乎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，但每当他们需要帮忙、借钱、找资源的时候，他们总能第一时间以最热情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。我的朋友林涛就曾被这样一个朋友深度消耗。那个朋友是他的大学同学，毕业后几乎没怎么联系，但每隔1-2年，对方总会突然出现。第一次是借钱，说家里出了急事，林涛二话不说赚了5万。第二次是托他帮忙给亲戚找工作，林涛动用了自己积攒多年的人脉，费了9牛2虎之力才办妥。第三次是对方想创业，拉着林涛聊了几个通宵，让他帮忙分析市场、规划方案。每一次对方都表现得感激涕零，称兄道弟，但事情一过，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连一句日常的问候都没有。直到有一次，林涛的公司遇到困难，他试探性地给对方打了个电话，想咨询一些行业信息，对方却以正在开会为由匆匆挂断，之后再无下文。那一刻，林涛才彻底心寒，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在这段关系里，从来不是一个朋友，而是一个被标记了各种功能的工具人、提款机、人脉库、免费顾问。这种关系的本质是一种赤裸裸的按需索取，他们并不关心你的人生，不分享你的喜悦，也不分担你的忧愁，他们只在自己的需求清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索取常常是双向的，他们不仅索取物质和资源，更会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有钱的人就该多付出。饭局上，他们会笑着说，你挣得多，这顿该你请。庞福你的财富不是靠努力和汗水换来的，而是大风刮来的，理应为他们的生活买单。一句金句可以概括这种人。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双方共同浇灌一棵树，而与他们的关系是你独自浇灌一片沙漠。面对这样的人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果断地将他们从你的联系人清单中移入黑名单。你的善良和资源应该留给那些懂得互惠与感恩的人。第2章，对话的操纵大师。我说了我想说的，但从不为我说的负责。还有一类人，他们是语言上的魔术师，与他们交谈，你常常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，好像掉进了一个由语言编织的迷宫，处处碰壁，却永远抓不住核心。我曾参与过一个合作项目，合作方的负责人张总就是这样一位大师。在项目初期，他表现得极其热情和真诚，承诺会投入公司最好的资源，确保项目顺利进行。他的话语充满感染力，让你觉得不与他合作简直是天大的损失。但当项目真正进入执行阶段，
问题开始暴露。每当我们提出需要对方履行承诺、投入资源时，张总的语言魔术就开始了。我们要 A 资源，他会大谈 B 资源的重要性，然后把话题引到 C 计划的宏伟蓝图上，让你觉得自己格局小了。我们要他为延误负责，他会立刻把话题转移到你的团队某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事务上，让你陷入自责。当你拿出白纸黑字的合同，他甚至能面不改色地说，当初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需要更灵活地看待问题。每一次对话都像一场消耗战，你带着清晰的目标进去，却带着满脑子的浆糊和一肚子的火气出来。他从不正面回答问题，从不承认错误，更不兑现承诺。他用不断偏离主题、转移焦点、偷换概念的方式，让你所有的努力都打在棉花上。这类人的核心特征是言行不一与责任逃避。他们将语言视为达成目的的工具，而不是沟通思想的桥梁。承诺对他们而言，只是在特定情境下，为了获取你的信任而说出的最廉价的台词。更进一步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奉行着严重的双重标准。他们对自己极度宽容，犯了错总能找到10000个理由为自己开脱，但对别人却极尽苛刻，习惯用放大镜去审视你的每一个瑕疵。你迟到5分钟是态度问题，他迟到半小时是路上堵车，身不由己。一句话点破他们，他们不是在与你沟通，而是在对你进行话术破啊。与这样的人长期交往或合作，你的信任感会被慢慢侵蚀，你的精力会被无谓的消耗，最终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要求太高，做得太差。因此，一旦识别出这种对话操纵者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沟通，一切以书面记录为准，并时刻提醒自己，问题不在你，而在于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建立一段真诚的关系。第3章，品格的内在黑洞。世界与我以恶意，我便还世界以凉薄。除了以上2种，还存在着一类更具毁灭性的人。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单一的行为模式，而在于其内在品格的缺失。他们像一个个行走的人性黑洞，会不自觉地吸走你身上的光和热。其一是永不知足的贪欲者，他们对他人的成功从不真心祝福，眼里只有嫉妒和不甘。他们会说，他不过是运气好罢了，要是我有他那样的家境，我比他做得更好。他们无法正面看待别人的成就，因为别人的光芒会刺痛他们内心的匮乏与自卑。他们对强者想尽办法攀附利用，对弱者则随意轻视践踏。与他们为伍，你感受不到丝毫的正能量，只会被无尽的负面情绪和比较所包围。其二是从不感恩的白眼狼，你帮了他100次，他习以为常，只要有1次没帮，你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。他们把别人的善意视为理所当然，把自己的过错归咎于他人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没有谢谢，更没有对不起。这种人内心极度傲慢与自私，他们无法建立任何健康的亲密关系，因为他们从不懂得尊重与反馈。其三是言语轻慢的习惯性差评师，他们习惯性地使用脏话、刻薄的玩笑或轻蔑的口吻与人交谈。或许他们会辩解说，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，但语言是思想的镜子。一个无法控制自己言辞的人，其内心深处必然缺乏对他人的基本尊重。他们在无形中用语言的软刀子一遍遍地伤害着身边的人，却从不自知。卡波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就是这3种品格黑洞的集合体。
他贪婪地计较着天鹅们的秘密，却从未真心祝福过他们的幸福。他享受了他们近20年的友谊与馈赠，却从未想过感恩，反而用最残酷的方式回报。他的文字是他最锋利的武器，也是他最轻慢的表达，最终刺伤了所有人，也毁灭了自己。一句金句可以警示我们，不要试图去填满一个黑洞，因为它会吞噬你，连同你的光和热，不留一丝痕迹。与品格有瑕疵的人交往，就像在一个漏水的船上，无论你多努力地往外舀水，最终都难逃沉没的命运。你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察觉到船体漏水的那一刻，果断跳船，游向坚实的陆地。卡波蒂的故事像一则黑暗的预言，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人际交往中，善良与真诚必须要带点锋芒。我们花了半生学会如何与人为善，但我们可能要花掉后半生去学会如何辨别谁才配得上我们的善良。这不是叫你变得冷漠、多疑或愤世嫉俗，恰恰相反，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智慧，一种为了更好地守护内心温度的自我保护。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我们身边是否也有这样的朋友？那个只在需要你时才出现的人，那个饭局上永远不主动买单，却总能找到理由让你付钱的人，那个嘴上说着为你好，却总在打击你自信的人，那个你跟他诉说烦恼，他却转头当成笑话讲给别人听的人，那个从不为自己的错误道歉，却对你的小瑕疵斤斤计较的人。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是时候对你的人际关系进行一次断舍离了。建立你自己的神圣圈子 Sacred Circle， 这个圈子不需要很大，3-5知己足矣，但进入这个圈子的人必须满足一个最基本的条件，他们与你在关系的价值感上是同频的，他们欣赏你的价值，但不利用你的价值，他们分享你的喜悦，也分担你的痛苦，他们在你成功时真心喝彩，在你失意时默默守护。在他们面前，你可以放心地展现你的脆弱，而不用担心那会成为日后伤害你的武器。这才是真正健康、可持续的人际关系。人这一生会遇到8263563人，会打招呼的是39778人，会和3619人熟悉，会和275人亲近，但最终真正留在你神圣圈子里的，往往只有那么几个人。我们的时间、情感和精力都是有限的、宝贵的资源，把它们浪费在那些不断消耗你、让你感到疲惫和压抑的关系上，是对自己生命最大的不负责任。从今天起，学会设立边界，勇敢地对那些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人和事说不。这不是绝情，而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。记住，你的人生不是一个任人进出的公共广场，而是一座需要精心打理的花园。清除杂草，修剪枯枝，是为了让那些真正美丽的花朵能够在阳光下更自由、更灿烂地绽放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辨识人心的智慧和离开错的人的勇气，最终在自己的神圣圈子里活得轻松自在，且被爱环绕。